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很多人被西方洗脑，我也一样。以前很多人自然而然地相信了西方媒体的所谓第四权力功能，即他们的媒体是公正中立的，与他们国家的行政、司法以及立法三权相提并论，因此被称为第四权力。对他们国家的三权呢，甚至起着制衡作用。咱们的公知也一直这样鼓吹。但是越深入西方社会，我就对这个所谓的第四权力的存在越发怀疑，甚至对他们的三权、他们的作用，我觉得也存在很大问题。举个例子，大漂亮国的总统可以在他下台之前，或者在他上台之后，可以赦免任何一位他想赦免的人。这不就是一国总统凌驾于他们法律之上的最明显的例子吗？还有，我们可以看到，大漂亮国的最高法院，比如说裁定了 TikTok 禁止在2025年元月19日后在大漂亮国运行，可是该国总统一纸行政令拒绝执行该法律。那这是不是意味着该国总统又一次践踏了大漂亮国法律呢？这些年，西方媒体炮制、捏造各种关于中国假新闻，他们所谓第四权已经沦为他们国家机关的邪恶打手，而所谓新闻自由也只能在这个政治正确的框框之内才存在。除了赤裸裸的捏造、炮制各种关于中国的假新闻之外，西方媒体在使用所谓阴间滤镜方面也是特别的娴熟。比如我们所熟知的 BBC、美国之音、德国之声、法广、澳广等等，这些政府喉舌特别擅长在报道中国的时候使用这些阴间滤镜。朋友们，今天呢，我想与各位探讨的问题呢是另外一个。大漂亮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马斯克马保国同志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大刀阔斧，一下子砍掉了大漂亮国的国际开发署1万多个职位，只留下大概300个，也砍掉了对其他国家的所谓国际援助。于是世界各国的一些所谓独立新闻机构NGO 等等纷纷出来抱怨，突然断了狗粮，甚至威胁说大漂亮国这么做会让全世界很多人死于医院或者被饿死，大漂亮国这么做那就反人类。一些敏感信息现在也慢慢浮出水面，比如资助中国一些女权运动的大漂亮国发狗粮的 NGO 现在突然断粮了。大漂亮一锅端了这个国家国际开发署之后，还有砍掉了很多国际援助之后，出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自诩公正中立的老鸦片国媒体 BBC 以及路透社现在被曝陷入财政压力，路透社内部现在正在裁员，而且 BBC 破天荒在它的官网发表书面声明。现在咱们来看看 BBC 书面声明英文的原版。这个声明翻译成中文大意是这样：声明，新闻自由对民主自由至关重要。全球75%的国家没有新闻自由。BBC 媒体行动支持世界各地的当地媒体向需要的人提供可靠的信息。与许多国际发展组织一样， BBC 媒体行动也受到美国政府资金暂停的影响。这笔资金约占我们2023年到2024年年收入的8%。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将对我们的合作伙伴和我们服务的人影响降到最低。作为 BBC 的国际慈善机构，我们与 BBC 新闻完全独立，完全依赖我们的捐助者和支持者来开展工作。完全独立，这有点此地无银300两的意思吧。朋友们我就纳闷了，为何 BBC 突然而且专门发这样一个声明？据说是因为大漂亮国政府效率部砍掉了对外援助后，受援方的款项也被公之于众。也就是说，你有那个门道，你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信息。比如光在2023年、2024年年度，大漂亮国的国际开发署就给了 BBC 超过300万美元的狗粮，而且是 BBC 的第2大捐助者。第一大是谁就是老鸦片国的政府BBC 一看
大漂亮那边把自己卖了，心想靠，这么就把我卖了，也不先打声招呼。自己一向标榜理中客，这下全世界都知道我 BBC 是拿钱办事的，那以后还怎么混呢？于是 BBC 就赶紧出了一个这样的声明，说我 BBC 接受大漂亮国的资助，是因为新闻自由是民主自由的必要条件，而全世界75%的国家没有新闻自由，不啦不啦不啦一大堆。这意思是，我们接受大漂亮国的资助，就是为了民主自由啊，这是民主自由的钱，这是干净的钱，懂吗？有意思的是才断粮这么几天， BBC 在最近一期报道中国的中文以及英文节目中，我看了一下，中文英文节目都是一样的，除了个别地方稍微带了一点点意识形态之外，绝大部分都是在夸中国政府如何高瞻远瞩，带领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比如这期节目当中就说到，中国2025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人工智能呢，比如说 DeepSeek 也进入全球领先行业，还有中国绿色转型更是全球的领头羊。China is becoming dominant in many other areas of tech, selling more than any other country, thanks to hit electric car makers like BYD, China being the world's biggest battery maker now too. And solar panels. China's responsible for an estimated 80 to 95%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In drones too, China rules the skies. There's a 70% chance it's a DJI drone made in the city of Shenzhen. And they're even ahead of the general leaders, the US, in some areas of quantum computing development. Chinese AI firms now issue more patents than any other country, and the rise of DeepSeek shows it's capable of challenging the dominant US giants with products too. Well, it's all part of a long-term plan. In 2015,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t out an ambitious project called Made in China 2025. Made in China 2025, in my opinion, was largely very successful. And in some industries, China even leading, EV in cars, and 5Gs, batteries, solar energies. Now even in the AI, JAI, China become one of the players. Some targets like electric vehicles and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ion have far exceeded the targets. So how has China done it? Whereby the government really sets a research agenda. Made in China 2025 got so successful, Huawei is a great example of this. In around 2019, it was top of the world in 5G equipment, far beyond w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ought was possible for the company or the country. A similar situation happened with the viral new chatbot DeepSeek. They built the impressive bot for far less money with far less kit. For the US, it came as a shock. DeepSeek AI from a Chinese company should be a wake-up call for our industries that we need to be laser-focused on competing to win. TikTok too has taken the West by surprise. It's the first non-US social network to succeed in the last 10 years. But there's no doubt that a new high-tech leader has emerged with big ambitions, deep pockets, and plenty of patience. 他的油管频道上这2期节目，也就是中英文，下面的网友评论几乎是清一色感到不适，以为进错了频道，因为不仅没有所熟悉的阴间滤镜，整个节目几乎可以说都是跪舔中共的这让那些1450还有那些职人情何以堪所以有的网友还调侃地说，怎么没有 at what cost 这样的句子了呢？也有的网友讽刺说，现在 US8 断粮了，是不是现在 BBC 希望从 China8 那里拿狗粮，也就是 CN8？ 这墙的草也转得太快了点吧。朋友们别以为只有 BBC 这一家从大漂亮国拿狗粮，其实大漂亮国有个官网，所有大漂亮国花出去的钱，给其他国家的所谓援助的钱，通通可以查到，谁什么时候拿了多少，是什么项目都可以查到。这个网站叫 usspending.org。 我们现在看看，真的可以发现不少有趣的线索，真的可以搜索到谁得到了大漂亮国国际开发署的狗粮。比如在瞌睡虫执政期间，鸦片国的路透社
从大漂亮国那里得到了940万美元的狗粮。这里赫然写着路透社新闻。咱们再深挖一点，可以发现 US Agency for Global Media 翻译成中文就是大漂亮全球媒体署付给了路透社279万美元。大漂亮全球媒体署是个什么机构？就是大漂亮国政府的下属机构呀。现在我们来看看从维基百科可以看到，国际媒体署负责管理国营的美国之音和古巴广播办公室，以及大漂亮国国家资助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亚洲电台、中东广播网和开放技术基金等非营利组织。美国之音及自由亚洲电台是什么东西？他们的使命是什么？我想各位都清楚。而所谓老鸦片国、自诩公正中立的路透社竟然偷偷拿钱办事，这还是多少有点出乎我德国之士的意料。如果继续深挖，我相信西方国家的新闻机构或多或少都可能从这个漂亮国这个国际开发署领狗粮。这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大漂亮国他们的媒体如何报道中国，那么全世界其他西方国家媒体几乎都是一个模板出来一样，都这样报道中国。这步调也太一致了，很多时候他们所有媒体使用的语气那个词都一模一样。原来西方媒体不管是所谓的政府媒体还是私人媒体，都与比如说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在同一战线上所以看到这里，朋友们，你们现在还相信西方媒体的所谓第四权利吗？我们再看看，还是这家大漂亮国国家网站就是 US Spending， 它上面赫然写着大漂亮国的军火工业洛克希德马丁得到了该国政府多少补贴你看都是洛克希德马丁、洛克希德马丁等等等等等等。西方媒体、西方的政客一直在说中国政府补贴这个，中国政府补贴那个，原来他们自己在补贴原来他们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他们指责中国的是他们一直在自己做的。总之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同志上台之后，与马保国同志一道发起了一场如火如荼的拨乱反正的运动，挖出了很多妖魔鬼怪，让全世界人民越来越看清大漂亮一些机构的嘴脸。全世界颜色革命的老巢被一锅端了，所以我真的希望今后可能在世界上发生颜色革命的几率会小一些。在什么格鲁吉亚呀，还有什么塞尔维亚，他们的颜色革命就没有那么成功，或者根本就不会成功了。那么天下有可能就更太平了，因为没有颜色革命，没有改变一个国家政府，所以那个国家自然而然就没有那么乱了呗。基于此，最后我仅代表我自己感谢大漂亮国的总统特朗普同志以及马保国同志，感谢你们。